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今天想谈一个我们很少深入讨论，却经常被误导的话题：中国公民的选举。之所以谈这个，是因为前几天我在一个 X 空间里听到一位发言者很认真地说，中国是有民主选举的，比如司马南就当过人大代表。这句话看似有理，甚至可以拿出法律条文佐证，但我知道它背后隐藏着一个被制度包装得体的巨大谎言。所以我决定借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揭开这个谎言的面纱。中国所谓的选举到底是真实的权利，还是空头承诺？我们会先从法律层面看看中国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，然后从现实层面看看中国选举的虚伪之处，最后我们会总结其影响，并通过中美对比剖析其底层逻辑。我们先来看看中国法律中对于选举权利的部分规定。宪法规定，年满18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。县级及以下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，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由下一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。选举法规定，10人联名就可以推荐候选人，甚至对候选人不满意还可以另选他人。怎么样？听起来似乎充满民主精神，但是这只是法律文本上的承诺。真正的中国选举制度是一场被设计好的幻觉，是法有其名，实无其实。第一重幻觉，独立候选人参选权，名存实亡。我们看到法律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参选人大代表，但实际上如果是由中共提名，想参选人大代表困难重重，当选更是几乎不可能。胡温时期是中国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的时代，涌现出了一批独立候选人参选人大代表，然而真正能够当选的少之又少，很多参选人被骚扰、拘留、边控，宣传材料被没收，助选团队被驱散。这里我列出了很多这样的案例，包括像姚立法这样曾经成功当选人大代表的，最终也难逃被监控、骚扰，其战绩也被禁。每一个案例都在告诉我们，所谓的选举只能按照中共要求的剧本来演。第二重陷阱，禁止阻挡，剥夺组织能力。选举不只是一个人的事，你需要助选、宣传、资源调度，而这一切都依赖组织。但在中国，独立阻挡是被明令禁止的，甚至你想注册个 NGO 干点公益，只要动员群众，就可能被认定为非法组织，轻则取缔，重则坐牢。没有组织就没有动员，没有动员就根本无法参选。单枪匹马，就算让你参选，你又有多大可能当选？中国人的被选举权是没有组织权的空壳。第三重机制，层层间接选举，构建制度过滤网。从县级人大开始，往上每一级都不是直接选举，而是层层间接选举。每次提名都需要10人以上下一级代表，投票通过更需要半数以上。按照这种机制，只要中共掌握了超过 50% 的席位，即使一个党派在基层拿下了 49% 的席位，上一级的席位依然会被中共 100% 包圆。更何况你们根本不能阻挡，即使多数当选都不一定能形成一致行动。从县级、市级、省级到全国人大，至少要经过3次过滤，即使让你去选，全国人大也只可能被中共完全控盘。这个制度的本质是将民意层层稀释，确保每层都更加纯净可靠。最终到了全国人大，我们看到的是一致鼓掌、全票通过、零反对的表演型代表。所有这一切带来的后果是，人大代表不是人民选出来的，而是中共选出来的。他们不代表人民，而代表任命他们的中共。选民无法影响谁成为代表，也无法罢免谁，代表自然也不会向选民负责，聆听意见或回馈民意，
这不是民主的变种，这是民主的替身与冒充。中国并非没有选举制度，它有，但它设计得如此巧妙，如此封闭，以至于这套制度正是用来防止真正民主发生的制度。被选举权不是一直写在宪法上的权利，它应该是每个公民都能实际行使、公开竞争、平等参与的权利。而在今天的中国，这份权利仍然被关在制度的笼子里。最后，我想提一个关键的问题：中国人民的选举权利是被宪法和法律赋予的，这合理吗？相对的，美国宪法正文没有赋予人民任何权利，因为这些权利本该就是与生俱来的，它只是禁止政府剥夺人民的权利。美国宪法的精神内核是权利与生俱来，而权利必须被关在制度的笼子里。反观中国，人民权利需要宪法和法律赋予，那么用英文来说，这些就不是 right， 而是 privilege， 是随时可以被收回的。当国家声称赋予你权利时，它实际上是在告诉你，你从来就没有真正拥有它。Almost all the world's constitutions are documents in which governments tell the people what their privileges are. Our Constitution is a document in which we, the people, tell the government what it is allowed to do. We, the people, are free. 谢谢大家。